创世魔王家出的蝙蝠侠1比12蝙蝠车也是有一段时间了，1比12大概是在这款正版授权国创机甲蝙蝠侠战车拼装模型中最让我关注的关键词。那车身细节和玉涂装分色都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准，灯光和橡胶轮胎的采用也是非常贴心，这个就不用多说了。最重要的是填补了市场上1比12的比例下载具或者是装备类的空缺，所以今天我特地用各个品牌的1比12模型向小伙伴们做一个全面的对比，看这款载具是否能适配你的可动模型。那这里要先提一句啊，接下来试驾的1比12模型都是正常比例，像龙珠布罗利或者是漫威猎霸这种体态比较壮实，或者是远超模型正常身材的模型就没有了。并且如果你的1比12模型是带有披风或者是外套的话，像杰克船长这种就绝对是没办法坐进蝙蝠车的，因为有服装外观的模型本质是可动就会存在缺陷。像这款刺客信条，它的腿部就没有办法往前踢，并且衣服在它的可动上也是做出了一个阻挡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保留一个比较干净和纯粹的臀部和载具紧密的贴合。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各个模型在适配度方面的表现吧。首先是来看一下巴特莫德的我妻善意和嘴平抑制住。首先这两款模型都是布衣模型，所以在可动方面没有多大的限制。放进去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善意的脚的这个位置其实还有很大的空缺，它其实是没有抵到油门上。像猪猪的话，它踩到车里面也是比较充裕的一个状态，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友善的。接下来的话，左边是飞格玛出品的合金装备2 Snake， 右边则是海洋堂山口市的合金装备5和平行者的 Snake。那这两款模型的话，在整体看下来，其实也是达到了一个他们可以装进去，并且可以握持方向盘，但是腿并没有踩到油门的一个状态。接着就是 SHF 的美国队长的 1.0 和 Mafix 的冬日战士，这两款模型的话，其实坐在里面感觉更适合他们去开这辆车，包括冬兵他的手是很合适的握持在上面，腿部的话离油门还是有一定的间隙。其次就是 GT 模型出品的灌篮高手樱木花道和流川枫，特别是流川枫的感觉就很痞帅的样子，他们也是布衣人偶，并且放在里面的话，脚因为他们的素体比例稍微大一点，所以他们的脚是可以完全的踩到前面的油门的位置我可以说它油门的位置可以踩到那里也是比较合适的。那到了 GT 的死神的话，也是处于一个很棒的状态，包括都有握持手型，是可以对方向盘进行一个握持的，脚部呢也是可以完整的踩到前面油门的位置。其次就是 VAH 的海贼王的艾斯和特拉法尔加罗。那左边我们两个看起来，他们加在里面其实有一点刚才 GT 的灌篮高手的感觉，并且他们的腿都能完整的伸到前面的位置，把整个车的空间都给占满。包括武器装备也是可以放在里面，但是要往下滑一点，不然装不进去。那这边呢演示一下，因为它模型很大，在这里就需要装齿的话，是需要把它们两腿搬开，然后再放进这个模型里面，是需要花一点劲的。其次就是如果你的头它没有往后靠下去，超过了这个车平行盖板的位置，那这个车的盖板是盖不下来的。那接下来最有意思的是 Storm Toy 的战斧里面的骷髅兵，这款骷髅兵看起来还是比较魔性的，加上它放在里面，我觉得它是最适合、最默契，需要一个载具去配合它的一款模型，放在里面是一个很飘逸，很有姿态，我觉得有很多老司机在开车的一种感觉，包括它的手型或它的整体比例，它的腿部是可以把车内给占满的，并且手持或者手型方面也可以对方向盘进行一个握持。接下来就是孩之宝出品的金刚狼和右边的 SHF 1.0 版本的死侍。那两款模型放在里面，之前有说过 SHF 放在里面它是基本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看一下手型有没有握持手型，像这样的配件。那金刚狼体型要比 SHF 大很多，放在里面也刚好合适。然后就到了间谍过家家里面的 SHF， 我们可以看到阿尼亚的身材放在里面的话，只能作为一个站姿，然后放在里面站着，它是没办法坐下来的。旁边的老父亲也是为此特别担忧整体呢，就像现在搭配场景一样，大家也可以用对应的人偶做出一些非常滑稽或者特别酷炫的姿势，然后进行摆设。其次就到了 SHF 的火影忍者系列，那也是非常适配，包括佐助，他虽然是一个少年的身材，但是放在这里的话，用握着千鸟的手型，然后再去握着方向盘也是非常合适。那在身高比较突出的卡卡西这边，他的脚
底也是可以把整个驾驶舱给占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车的尾部也是可以放置一个鸣人。接下来轮到了 SHF 的柯南系列，那柯南区别于阿尼亚来说的话，它是有一个可以坐姿的操作形式。那这里的话，柯南也是坐在副驾上坐得非常合适，在放进去过后，把小脚往下一掰，也是能够坐得很稳的。那至于毛利小五郎这边的话，出于它的一个西装，可能在腿部的地方需要插得很开，其他地方就没问题了。那再到了飞格玛这边的话，它的整体比例都要比一般我们所看到的1:12模型要小很多，并且很精致。我们可以看到库丘尼放在里面的时候，它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仰卧姿态开跑车的感觉它的头并且都没有到正常的一个头枕的位置，身体是比较下滑的，就是这个载具对它来说可能要大很多。那这边不死心的我还是尝试了一下麦克法兰家的伏地魔，把它放进去的话，其实我已经做过了调整，它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合适的坐进驾驶舱。原因不只是因为它的体型，还有就是它的大腿，两个大腿之间是没办法进行合拢的，它一直岔开，就是它没办法坐在驾驶位上，甚至它坐在副驾上也是比较有难度的。然后就是超像可动和之前玩潮出品的孙悟空系列，那玩潮的可动人偶我都试了一下，是比较合适装载进去。那超像可动这边的话，表现的样子就是一个太小了，实在是太小了，那两边腿都没办法加到前面去，并且如果要做一个正常的驾驶姿态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的。话说回来，除了创世魔王家的蝙蝠侠 SHF 蝙蝠侠同样也是适配蝙蝠车的，同时假面骑士 Driver 也表示试驾很满意，算是省了一台多莱特龙的钱了。除此之外，窝之壳家的兔女郎作为摆拍模特的天花板，对于车来说也是比例小了些，腿能打直，但是手够不到方向盘。最后是千纸链家的少女发动机，在这里其实比例已经超脱了1:12的范围，所以理所当然的是会放不进去的。哪怕是在副驾驶曲着腿的状态，果然少女发动机的发动机只能有一个。那这些就是我测评下来对于汽和载具的一些参考和展示，不知道有没有提到你的玩具？如果没有，可以在评论区评论，我会尽快找到并试驾，也希望大家多多给视频点赞。我是欧奇喵，我们下期再见。